大家好，我是邱平，我还在湖北利川的大山里面。今天来看一个悬崖村落、悬崖山寨，四面呢都是悬崖绝壁，历史也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古村落啊。里面呢保存了很多古迹，你像古墓、古栈道、古城墙、古堡等等。最特别的就是里面的古墓啊，建造的非常豪华，它在其他地方可能都看不到类似的。还有呢，这里是悬崖村落，那么以前人们进出的话是非常不方便的，基本上是在悬崖绝壁上面开凿了那种道路出来，相当于是垂直上下，非常惊险的。等一下呢，我们都一一能够看到。现在呢，就准备进这个村落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悬崖山寨的历史。我现在差不多来到了这个村落的入口，村子就在前方，看看周边的环境。村子是在顶部，然后你看看到峡谷，这都是有几百米深呢，周边全是大山，所以说这里完全是一个大山里面的村落。这里是一个村寨，对面也是，这一块也是。我们这里呢属于湖北利川，对面那边就是重庆了，不知道这块属不属于重庆啊？反正可以看到这个顶部呢也是有很多人居住。那里应该是通了公路的，在云贵川山区里面，是很多这种山顶上面都是有人居住的，只是说有些通了公路，那有一些呢是没有通公路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山寨呀，它里面是没有通公路的，马路呢就是到达我们现在这一块的位置，然后再往里面呢，你基本上只能骑摩托车、骑自行车，或者是骑三轮车，汽车是进去不了的。我们现在看这里是比较平常吧，就是一个上坡的那个绝壁。那其实啊，以前当地村民就是在这样的崖壁上面开凿了通道，等一下我们都能看到。现在呢，就通过下面这条小路进入这个山寨里面去。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石头，这里像一个水槽，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人们通过这个水槽引水进去啊？但是看起来又不像，感觉有点像是防御的，有点像城墙一样。因为下面就是悬崖绝壁，肯定不能靠太边了，因为没有护栏。这个下面估计也有100来米高啊，反正从这里过去全是绝壁，非常惊险的。可以看到下面这道路都非常狭小啊，最窄的地方可能才1米多，然后这里有些孔，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留下来的栈道。这些都是以前留下来的石头了。这个山寨是叫做榆木寨呀，这个地方就是大门。以前这里呢，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王国，是有土司在这里居住的。我们知道，在恩施、还有云南、贵州，以前是有这种土司的，相当于是独立的诸侯一样的。榆木寨。那这里呢就是寨门，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在当时，基本上只要守住了这个寨门，其他人是进不了这个山寨的。现在往这个寨门里面走一走，这还有门，不知道是以前的还是现代的，反正可以看到，大概有10多公分厚啊。你看这个石头都是有30、40公分厚啊。这个跟我们在北方看的那些石头城墙都是类似。从门进来，这就是一个通道。如果当时他们发生战争的话，这里呢完全是可以堆上很多石头或者泥土，把门一挡，别人是绝对进不来的。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通道，可以上2楼的，应该是有人站在上面值守，这是一种。还有呢，一般这种呢也是属于我们经常在北方城墙上面看到有一个玉皇阁等等一个庙宇一样的。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新一点的了，这是后面应该是加盖的。这个榆木寨是在湖北恩施利川的牟道镇，占地面积达到20万平方千米。现在呢还有几十户人家在上面生活。这个山寨呢始建于明朝洪武时期，也就是朱元璋早期的时候，大概是公元1369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榆木寨也有天下第一土家山寨之称，因为这里面住的人呢，大部分呢是土家人，并且这个山寨里面有2大姓，一个姓程，一个姓项。现在里面还有很多他们的后人。一般我们称呼一个地方为山寨，它是特别重视防御的。在当时建造这个山寨，他们的目的也就是防御，因为四面都是悬崖，易守难攻。只要在上面生活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战乱比较多，那么当时他们选择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考虑的。榆木寨寨顶呢比较平坦，呈椭圆形，南北宽1公里，东西长大概是2公里。相传呢，在当年土师交战，榆木寨的险要地势令对方久攻不下。那么想攻打榆木寨的那个土师呢，把榆木寨包围了。结果啊，几个月之后，上面的土师扔下活鱼，在山下要攻打的这个土师，他就知道要攻克这个山寨是难如登天的。可以看到他们有鱼，就证明他们上面的生活物资不缺啊。于是呢，这个榆木寨就有了这个名字。榆木寨里面现在还保存了很多明清以及上个世纪留下来一些古建筑，等一下呢，我们都能一一看到。现在这个地方是免费参观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收费，因为之前我看资料说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搞开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山寨的历史，我们现在继续去山寨里面走一走。刚刚过了寨门，这两边呢，同样也都是悬崖绝壁。我们先看看这边，都是几百米深呢。现在是有很多树木，那么在以前呢，可没有这么多树木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人们生活啊，做饭都是要用柴火的，柴米油盐嘛，柴排第一位。那么自然而然，他们肯定会去上山砍柴的。我去过很多地方，当地的一些村民说啊，以前是没有这么多树木的。这是另外一边的情况。反正只要目之所及啊，都能看到房屋。最远处那一边呢是苏马荡，利川的一个避暑胜地，在全国都比较有名。到了夏天，武汉、重庆很多人都是在那一块避暑。我们来看一看榆木寨这里到底有什么。你看，亮梯子，完全是在绝壁上面开凿了一条道路，就是把一些石头塞到那个石山里面，然后人们上下，很恐怖的。然后山阳关的绝壁栈道，就是垂直在崖壁上开凿的踩脚的，这样上下。还有古墓，还有崖居、寨墙、古井，多不多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古城一样。榆木寨四边都是悬崖。在门口这里碰到几位当地的村民，刚刚去赶集回来了，他们都70多岁了，相当于都是在这个山寨里面住了一辈子。他们向我介绍说，现在人们呢都是住在这个寨子上面，或者是住在外面的新房子、新农村。那其实在以前的话，在这个寨子下面悬崖周边，就是有很多人住在山洞里面，就像我们刚刚图上面看到那个崖居。有些人呢也住了几十年，在他们祖一辈可能住得更久。在这些悬崖下面，现在还能看到以前房屋留下来的痕迹。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非常明显了，这就是以前住在山洞里面的房子。当然现在是肯定破破烂烂的，这个地方离得比较远，看不到。等一下呢，我们去这个寨子最尾部那一边呢，还能看到以前留下来的崖居。后面是生活条件变好了，大家搬到山顶上面来了。包括这个悬崖周边，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树木，以前呢全部是开垦出来的农田，基本上是看不到树木的。就大家住在崖洞里面，就我们说的崖居，然后旁边就是土地，是这么弄的。以前是没有树吧？原来是全部是田把着那个。像这位爷爷还指给我们看，他们3个人，其中呢就有人在当年在这个崖居里面住过。那等于这个以前住崖洞的人有100来户人家。那住的崖洞的占多数啊？占多数。那个崖上租房子的少。就是以前大部分人都是住在下面崖洞里面，现在是没有了。
你榆木寨是9拐18洞的嘛？你们住过崖洞我们住爱洞的。啊？您住过他啊？在这儿。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3个都是70多岁，后来再问了一下，这位爷爷呢已经80多岁，而2位奶奶呢，一位是80，一位75，都是高寿啊，真的看不出来，身体还挺硬朗的，还能走几公里去赶集。我们称之为崖居，他们呢是称之为崖洞。等一下呢，到了下面我们看到具体的崖洞再说一下。这些都是老物件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凿出来的。继续往前走，现在这个里面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等一下我们如果要去攀爬那一些，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柱础石，这应该就是以前寨子里面留下来的，有大有小，像这些有点像是上马石。这些应该是住处了，很多啊，那就证明以前这个村寨里面是有很多古建筑的。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双手居就是古墓1300米，连五间就是老房子500米，就证明这里面还是挺远的。反正今天一天我是肯定逛不完，我要分2天时间。在这里还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房屋，下面应该是养家禽的地方，全是用石头的，用这种条形石弄的，并且上面还弄成斗拱形式。这个房屋啊，肯定是建了没几十年，因为上面是水泥，它只是说下面全部是用那种石头，可能是收集这个村寨里面的吧。这边现在还有好多农家乐了，这边距离还是非常远的。反正要把这个山寨全部逛完，起码要徒步差不多10公里吧。在这里看到一个3轮车，这个也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因为这里面不能过汽车嘛，要拉东西进出的话就靠这个3轮车。哇，好多红薯啊！现在红薯也是到了收获的季节。这边有个连5间，应该就是以前的那种老民居。去看一看吧，因为这边的建筑应该还是挺多的。现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在打造景区啊，路都修好了。因为我在旁边看到一个规划图，这里面还装了监控，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景区吧。现在是不收门票的。那这些就是老房子，应该就是刚刚说的连5间。看到一个雕塑，这个是什么？看起来像狮子。啊，对，就是这，应该是有一段历史，100来年吧。看这个房屋，它这里有介绍，始建于清朝光绪时期，当时是榆木寨的大户人家，该院呢占800多平方米，等于是清朝末期，然后后面慢慢的修建改建。因为这种砖的话，在清朝一般是没有的，可能是上个世纪搞的。泰山石敢当，这个基本上在老宅、古宅里面都有。这些是水缸了，应该也是以前留下来的。这应该都是当时这户人家留下来的。当时榆木寨主要是有2个大户人家，大姓啊，一个姓向，就是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官员。大家看一下这些雕刻，跟我们看到的传统民居是有一点不一样吧？它就是带点他们土家族的那种图腾一样的。你像这种，大家看起来像什么？是不是有点像影视剧中的那种蛇一样的？每个民族肯定都有自己的图腾，有自己的习俗文化的。
往这边走，看看能不能出去。这边全是农田呢，现在也荒废了一些。这可能也是，中老年人在家里，年轻人都出去了。这里也是有一户人家的，现在好像是没有人居住，门窗紧闭，连晒衣服都没有。下面都是农田呢，可以看到远处基本上种植的是玉米。这一块应该是稻田，看得出来残留的痕迹，应该今年上半年收割过，就证明这里不缺水的。尽管这里称之是一个悬崖村，但是水资源是有的。因为在大山里面，一般水是不缺的。这立马就看到一个水塘了，估计水都是从上面山上渗出来的。那有一个水塘，下面种田，就肯定有水了。不过看起来下面是种植了那个稻谷，这一块是荒掉了，大部分是玉米啊。因为玉米不要求那么多水源嘛。那边高一点，可能就稍微水源不那么足，就可能是种玉米。这边呢就稻田。在这个山寨里面住的人都是分散的比较开，因为它不是平坦的土地嘛，就有高有低。那自然而然大家建房子的话就不在一起。你看这里一两栋，那里一两栋，这上面也有，这一块也是。大山里面都是这样的，不像那个北方平原，几十户都在一起挨着的。在这里就不现实了。在前方还有一些古民居，去看一看。看完古民居的话，我们就去山阳冈看一看。整个这个山寨它是有2道门的，一个是入口，一个就是山阳关。只要把这2个门一关，这个山寨就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又看到刚才那种房屋了，这种房屋挺结实的，上面是用的水泥，这个时间也不是太久。这些都算是一些古民居了，这应该是上个世纪建的吧。现在好像还有人在这里居住呢。这窗户还有一些精美的雕刻，蝙蝠，好多地方都会放一些蝙蝠，这里花瓶、蝙蝠都是一些好的寓意啊，估计可能都有100来年历史啊。大家猜一猜，这个房子有多少年的历史？就不进去人家了，好像没在家。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叫做6间堂的，应该也是比较老的房子。这里算是整个村落房子稍微集中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嘛，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建在这里。有新房子，也有老房子，每家每户基本上都种植了苞米这些。这应该是喂猪的吧。现在村子里面全部修好了这种石板路，还是好一点的，好走一点，走起来不那么累。这里就是6基堂了，老宅。这房子上个世纪建的，10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是1921年，也是上家的。那么在当时，项家在整个榆木寨都是大户人家。我来到一户农家，在这里吃个饭，看看慢做饭土灶。很多人没见过土灶吧？这户人家刚好是我刚刚在路口那里看到的几位老人之一。这种土灶肯定很多人没见过，基本是在农村才有，我家里还有。这种土灶做饭是挺好吃的。他们家里刚好也是开农家乐的。这就是午餐了，好几个菜了。由于现在是淡季，在这个村子里面吃一餐饭费用也不是太高，20-30块左右，你也可以跟他们讲一讲价，都可以。
吃完饭我就出来了，味道还是不错的。继续往前走，这一块这种老的房子还是比较多的。刚才吃饭的那一家，他们房子是大概建了10几年。按照他们的说法，当时他们那个建筑材料是雇别人用三轮车从那个村子外面拉进来的，一车50块钱。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房屋，他们材料估计都是用三轮车拉进来的，因为本身这个寨子里面是不通公路，汽车无法通行嘛。我在网上看资料说，现在寨子里面估计可能就50户左右人家在此居住，我感觉可能还没有啊。大部分呢都是中老年人，因为我在村里逛了2-3个小时，看到的人真的不多。刚刚我们在寨子里面逛了一下，也介绍了一下这个寨子历史。现在就看一看这个山寨里面的古墓，特别的古墓。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下叫做巷子的墓。这个是进入榆木寨看到的第一座墓，据说啊也是修建的非常豪华，与众不同。它是榆木寨2个大户人家其中一家。榆木寨的这些古墓啊，可以称得上是豪华的古墓，都是与众不同、富丽堂皇。因为当时他们可能是财力比较雄厚，就修建的比较有特色一点。我们今天可能就看3座比较有代表性的吧。现在我是在树林里面穿梭，这边蚊子非常多啊。现在都修好了道路了，这些应该都是后期加的。以前就算有这样的，估计也是石头，可能是现在要打造景区吧，就把路弄好了。因为古墓的话，也算是一种文化的代表，在整个榆木寨，古墓、古栈道、古城门、古堡、古民居都有。这里的以前也是农田，包括现在也种植的东西。我旁边就是悬崖，在这个底部啊，以前是有崖居的，在当地叫做崖洞。因为刚才碰到那个爷爷奶奶，他们说下面以前居住了好多人，不光是这个下面，对面那些山洞都有人居住。大家看看这个树木，这都是近几十年种的。按照刚才爷爷奶奶说的，在几十年前，这边都没有这么多树木，基本上是田地。马上就到了，就在前方。在这里看，都感觉有点与众不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座古墓，叫做巷子墓。大家看一看，是不是非常精美呀？4柱3层，远看的话就像一座五彩楼院，确实是如此啊。上面有很多雕刻，确实是修建得很豪华，完全就像一个亭台楼阁。这座墓的主人是姓向，他当时在榆木寨相当于是管理政事的。而等一下我们看到另外豪华的墓呢，是姓陈，等于是榆木寨商人，就是榆木寨2大家族，一个管钱，一个管权一样的。这一座墓呢是公元1866年修成的，已经100多年了，总共是修了3年。他这座墓呢是主人在生前就修好了，在榆木寨在利川这边生前修好的墓啊，叫做生基墓。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更豪华的墓葬，再仔细来说一下。特别中间那里啊有一个皇恩宠禧，旁边呢还有五龙，等于是五龙捧匾，五龙捧圣。皇恩那就代表这个是皇帝御赐的。主要在当时啊，他比较乐善好施，从而呢被朝廷有这个恩赐，当时给了他一个身份九品官员。其实九品已经不能称之为官员了，只要墓上面有皇恩，这肯定是朝廷同意的，朝廷恩赏的，要不然肯定是不能有这几个字。在这个牌楼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雕刻，都是非常精美呀。我查了一下资料，上面应该是雕刻了一些唱戏曲的图案。因为在封建社会，它没有什么娱乐措施，一般家庭好的他都会喜欢听戏曲。那么在生前听戏曲，他死后也是要这些东西的，从而呢就把它雕刻上去了。还有雕刻的梦中哭竹等等。
在最下面两边呢，分别是有一块碑，上面应该是记载了主人的一些生平，就类似于我们在其他墓看到的墓志铭一样。在这个上面呢，还有很多楹联：千秋功名成语录，一生笑傲寄烟霞。基本呢都是川东文人的写法，都算是比较有意境。那这座牌楼上面最独特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发现这个是什么？看起来是像一幅画，对不对？那其实呢是一个字，就是眼看是画，近看的是字。它是一个福字，由龙凤组合，就是龙的身子和凤的头部组合而成一个字。这上面呢明显的看得出来是有两只凤凰的头部，然后加上龙的身子，它们的尾巴一起组合而成。远看是画，细看是字，一字一画，构图非常巧妙，暗含了道家阴阳八卦的哲理。那么这个图其实看起来也像是蛇，这个意含了古代巴人崇蛇的某种信仰，十分珍贵，直径大概有1米左右。像这种雕刻在古墓中是比较少见的，在这一块雕刻确实是非常精美啊。这里还雕刻了老虎，不过呢这个老虎感觉像是小猫一样温顺。后面就是墓碑了，牌楼的雕刻那么精美，这后面也是一样的。这座墓也是被盗了，他是葬在这里，他的夫人就葬在另外一个地方，离这里可能200-300米吧。他夫人的墓据说更特别，而且是全国唯一的。现在去看一看，这一座就是相母严君墓，也就是相子的夫人，同样也是建于公元1866年，他2座墓葬是同时建好的，也是有高大的牌楼，非常精美啊，上面雕刻估计也是差不多。那么在这里最特别的就是牌楼后面的墓碑。我们正常看其他的墓碑，确实是一块碑，长方形，然后周边有一些雕刻，而这一座墓碑大家看一看像什么？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看的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墓碑呢，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权杖一样，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的墓碑。那这个权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无从考证，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在上面还雕刻了一团和气，可能也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吧。刚刚我们看了2座古墓，现在来看最后一座，是榆木寨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墓，就跟一座房子一样的，也是利川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座古墓。我们常常说的人鬼同屋，人坟同屋，就是说的这一块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前方这里是不是有很多房屋？那种墓呢就在房子的旁边，就是坟和房屋在一起。在利川土家族这一边，甚至有一些古墓啊就在自己的堂屋里面。这一座墓穴叫做双寿居，有居住的居，当然就能够想到这个跟房子有关了。通过航拍也可以看到这座墓非常豪华，并且呢是紧挨着一栋房屋。那么这种墓呢是有说法的，我们看的这几座墓呢都是属于土家人的墓。在当时土家人具有豁达的生死观，认为死是生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呢土家人欢欢喜喜送亡人，热热闹闹办丧事，这是土家人独特的民族习惯。我们刚刚看的相子墓以及现在看的这座豪华墓葬，他们都是当时死者生前自掘的坟墓，就是在生前就已经修好的坟墓。这种墓葬呢称之为生基墓。在当时人死为大的观念，让土家人把丧葬看作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他们当时的墓葬啊修建的比较豪华，主要呢也就是为了展示家庭的实力。他们呢宁愿在生前呢比较节俭，就是把钱省下来，也要在死后大操大办，尽量呢把这个丧事办得轰轰烈烈，
把墓呢修建的是富丽堂皇、豪华富贵，这是我们看到这些豪华墓葬的原因。按照资料记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榆木寨仅剩下最豪华的一座墓葬。那其实呢，以前还有一些墓葬比它更豪华，大概是9座，现在都已经损毁了，只剩下这一座。还有一种呢，榆木寨以及周边呢有人鬼同屋的习俗，我们称之为碑屋。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墓碑啊直接修在堂屋的正壁。我们正常来讲，堂屋后面不是有个墙壁嘛，而在这周边呢，它的正壁就是墓碑，等于是它这个墓呢与房屋的墙壁合为一体。在坟冢上面呢有梁有柱，青瓦覆盖，等于就是说啊，墓碑是堂屋的正壁，那墓碑后面的坟冢呢上面还有房屋，等于这个坟墓就在自家里的房屋里面，所以称之为人坟同屋、人鬼同屋。在堂屋两侧肯定是卧室了，那么当时还有人睡在卧室的，这种习俗很少见吧。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这边唯一保存下来的碑屋。你像房子后面就是墓冢，那其实在以前上面都是有房屋的，也是在利川这边大山里面，离这个榆木寨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座墓葬。我们还没进去就能看到这座墓雕刻非常精美，也是有很多石头。榆木寨这些豪华的墓葬它也是有个过程的。在清代中期之前，榆木寨附近呢，很多人生活都是衙居，去世之后呢也是附近安葬。而到了清朝中后期，这种生基墓的形式开始盛行起来了，碑屋开始流行。你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墓葬，基本都是清朝同治时期开始修建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座古墓呢，就是一座典型的碑屋，是陈永高夫妇，就是榆木寨另外大户人家陈家的墓穴。因为榆木寨是有2大姓嘛，陈和相。这座双寿居呢，是始建于清朝同治5年，公元1866年，3门2院，是一座占地将近100平米的庭院式墓碑，俨然一座宫殿。墓碑呢，四周建富墙，左右开侧门进入墓院，碑上刻忠孝故事或者本地风物，总数达100多件。整个墓碑啊，富丽堂皇，美不胜收。墓碑上仅雕龙凤就多达70余件。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门，前面有门，那这个相当于我们说一个房屋的走廊一样，然后中间呢就是堂屋，对不对？如果按照以前来讲，那个门往前走呢是一个卧室，往我这边走呢也是一个卧室，这就是这种房屋的特点。这边也有很多雕刻啊，上面有一个自在堂，下面是埋藏榆木寨穴居洋河湾，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叫洋河湾的。自在堂是表示墓主人自修自墓，自在其中，因为墓是他自己修的。两边呢就是天官了。下面的雕刻比较有意思啊，是迎亲图，雕刻的有抬轿的，有击鼓，有吹号的，非常形象啊，也非常生动。那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个墓里面了。先简单看一看外表，真的是非常非常精美啊！这个应该算是大门了。然后过去就有一个高大的墓碑。现在看起来这个是一个石头的墓碑啊，以前呢，这上面都是有房屋的。自在堂的背面也是有字的，刻的是千秋月。这下面也雕刻了许多东西，这里应该是双凤朝阳图，也是非常精美。这一座墓葬呢，很多雕刻都有龙和凤的体现。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走廊，其实呢，也可以称之为是主人的庭院。在这个护墙上面还有狮子，雕刻的是非常精美啊。以前肯定是很多了，现在就很少了。
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庭院的尽头，这里也是有石门，上面写的是万年芳。下面的图案是凤凰系牡丹，也是比较精美的，牡丹在中间，凤凰在两侧。背面呢写的是逍遥亭3个字，两边呢也是天官浮雕。基本上天官浮雕在陵墓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在这个下面呢是有浮雕人物，这里展示的应该是说这个主人呢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那旁边呢肯定是有很多随从人员，有人敲锣打鼓，有人引路等等，龙归故里嘛，肯定是比较隆重的。看完了庭院，我们就来看一看里面，这就是第2道石门，这个应该也可以称之是墓园的正式大门了，上面写的是双寿居3个字，也是这座墓的名字啊。那么既然有一个居字，就代表是住房的意思嘛。中间是寿，主人呢希望自己长寿。整个这个大门呢是一个8字形，下面2侧呢有福和寿的雕刻，意思其实差不多了。这里还有一副楹联，写的是龙真穴正地，沙明水秀香。从字面意思上也好理解，这里是真龙所在，风水呢位置相当好。在石门后面也有2个字寿葬，它是指人活着的时候所建的坟墓，就是主人生前自己建好的。寿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比较早的时期，《后汉书》就已经有记载了。当时有一个叫赵岐的人，90岁为自己修建了寿葬。在明代呢，那些宦官也常常为自己修建寿葬，选择葬地营建墓室，甚至呢请人写墓志铭，以解决后顾之忧。从这个门进去呢，就是第2个院落，相当于整个墓穴啊是2进院落啊。刚进来就看到美轮美奂的碑楼，这里呢也称之为墓碑。这座墓呢是主人生前修的，也是夫妻合葬墓。当时他是于墓寨的巨富，从清朝同治5年，也就是公元1866年1月份，一直修到公元1869年3月份，大概是3年多一点时间。当时修建这座墓是花费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因为本身这个主人呢也是于墓寨的巨富，当时他雇了几十名工匠，算是日夜开工在这里建设。我在想，这座墓呢是于墓寨剩下比较豪华的一座，在当时还有更豪华的，那真的是可能规模更大，雕刻更精美。我们来看一看上面雕刻了什么。在顶部门楣那里呢，是雕刻了2龙戏珠，这个龙呢不是太大呀。在下面一点呢，就是哪吒呐海以及天官，这个天官肯定是哪里都有了。中间有3个字，前面2个我真的不太认识，后面查了一下是叫做尊熹堂。在2侧也雕刻了一些文字，分别是兰桂和腾芳，意思呢很明显了，希望子孙后代发达，家族越来越好，基本上的含义都是这样的。下面也雕刻了很多人物，这些基本上是戏曲中的一些人物，我们经常在寺庙或者是戏台看到八仙过海、戏曲等等。那么这个陵墓里面其实也差不多，主要就是主人生前他享受什么，他死后都一样需要。在下面的那个墙上雕刻了渔樵耕读，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了。大家发现没有，不管是陵墓还是民居，他们很多雕刻啊，基本上都是相同，都是一脉相承的，意思都一样，因为都是为了祝福，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家族更好。最下面一层中间就是墓碑了，写的是夫妻合葬墓，两边呢也有楹联，还有石雕的花窗，里面呢还有一些墓志铭，旁边还有一些石望柱。
2根呢，一左一右。墓碑后面肯定就是墓冢了，它这里也是分开的，也是有那个墙壁把它围住了。墓冢就在后面。按照资料记载，这一块的墓属于碑屋。那么以前这个上面全是有房屋的，特别是这个墓冢，当时顶部是有房子的。刚才在前面我们也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种碑屋的形式，完完整整的碑屋在利川呢，这里还有被称之为最后的碑屋。当然每一座碑屋可能有些少许的差别，但整体是差不多的。像这样的墓葬是不是非常少啊？一边是墓，一边是家人居住的，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么为什么会把墓葬建在家里？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把祭拜祖宗和祭拜神灵是放在一起的。你看墓前面是不是有个桌子？这是石桌。那其实在以前，如果碰到节假日，他们来祭拜祖宗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庭院里面摆上桌子，放上酒菜，他们的后人就祭拜者在这里吃，相当于是家族聚会一样。这个也是很独特的，很少见吧。不过呢也确实是因为这里如果按照碑屋来讲，本身呢属于堂屋的一部分嘛。旁边就是住宅了，估计前几年10来年都有人在这里住吧。现在是放一些杂物的。当时他们和这个坟是挨着的，相当于是住在一起了。那这就是人坟同屋、人鬼同屋的由来。反正我看资料说，基本上就只有利川这边才有，不知道全国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啊？那榆木寨的古墓我们就看到这里了，现在准备去走一走榆木寨那个栈道。要走小路了，因为山阳关是以前当地居民建出的一条道路，基本上呢都是这种盘山小道。那现在肯定是废弃了，如果不是这边现在算是一个景区来讲，也不是说完整的景区吧，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地方，那山阳关估计都没什么人走了，差不多也是有1-2公里。我刚才在村子里面，当地村民说山阳关很远很累的，他说往返的话，你走得快的话可能都要3个小时，如果慢点走，边走边拍边看的话，差不多要4个小时。全是这种那个上山下山的路。那附近呢都是农田，它这边的房屋好多好像是重新粉刷过了，颜色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后面重新建的还是重新粉刷了。包括这户也是，应该是不是改成那个民宿了？以前的人们进出就是走这样的小路啊。这应该是附近谁养了一些东西，养的鱼吗？应该不像啊，真的就是羊肠小道。这些地方还好天晴，如果下雨的话，是真的不好走。估计走完这个山阳关，或者是明天的晾梯子，或者休息2天了。这里可能是由于下雨，都倒塌了一些了。这里现在大概是有2条路，右边呢这个是台阶，可能就是原本就存在的。左边这条呢，应该就是当地村民重新挖凿出来的一条道路。因为这边种植了很多东西嘛，还是要用3轮车方便一点，要不然你靠人背就不太好了。我就多绕一下，走一下这个山路吧，因为旁边那个栈道走下去太累了，这些稍微平缓一点，要留着体力等一下返回来呀。在这里也有一户人家，还有人居住呢。这边到处都是一户一户人家。应该是很久没有走3轮车了。刚刚那条路干净一点，是住在刚刚看到那一栋房子人
可能会骑3轮车出去才干净一点。这边完全是杂草丛生了。等一下还是得从这里上去，这边杂草太多了不好走，还是得爬楼梯吧。真的不好找啊，全是杂草，也没看到人。如果有人还好问一点。哦，这里又有台阶下去，走台阶吧，不走这种路了。又碰到一座房屋了，这边的房屋是真多啊。这以前也是住了人的，现在应该是倒塌了，应该是搬走了。那边是后面建的，这边稍微就传统一点。这也算是一家在这里住啊。继续往前走，我们走快一点。前面不知道是在哪里，哎呦，这里好像也是有房间。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前他们开凿石头的痕迹了，全部是一块块弄出来的，就是这路上铺的石头可能就是通过这里弄出来的，明显是人工开凿的痕迹，都是就地取材嘛。这也是一间房屋倒塌了，这一路啊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这个下面呢以前也是房屋，都没人居住了。这里就有好几栋了，现在都是没人居住了。以前还开过农家乐。应该是都搬走了。这边有房屋，这个下面也有。当时是分散的比较开，可能他们现在要不搬到新村去了，因为这里确实是生活不方便。我从那个路口到现在已经走了2个多小时了。这个房屋应该也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建立的吧？那一栋还更晚一点，这个早一点。怪不得说来回要4个小时，确实是如此啊，很远。当地人他们都不怎么走了。我刚才在吃饭的那一家，他说他已经差不多1、2年没走过这个地方了。哎，我听到声音了，好像是在砍柴，还是弄其他的声音，不知道是对面的还是住在这个山脚下的。反正我看这个路的话，是经常有人走，因为刚才在上面一点，那个两边的草啊被人砍了，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人居住啊？我在网上看的话，下面是有一个牙居，哇，好像快到了，就在那一块，这里非常陡峭啊，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才到这个地方。我说的2个小时是单单从寨门那里徒步过来的，在寨门里面看的那些古墓时间不算的，所以说非常远。怪不得村子里面的人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来。哎呦，而且这些地方是非常陡峭，等下上去的话更慢，上去全是爬山。这旁边还是很陡峭的，估计还有100、200米呢。那这边的寨门应该也就到这里了，寨门快到了，我们得从下面往上拍。到了这里就先简单的看一下。很陡峭啊，这些地方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这里堆满石头，跟那边的寨门是一样的，别人不可能进得来。那在上面呢，还是可以有值哨的、值守的。哎呦，哇，很陡峭啊！这完全就是在一个垂直的崖壁上面搞了一条道路上来，
这里还不是最惊险的，最惊险的是在下面，就像这样垂直上来。那现在我们就直接下去了，从下往上说。这里写了一个崖壁居，就是崖距，应该是这个地方崖距。先看看崖距，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绝壁栈道。这个崖壁居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荒废了。我查资料说是前几年还有人居住，后面可能是这里环境不太好，有点危险，可能就搬迁走了。在这个山寨以前，很多人是住在崖居里面的，包括刚才我们进来碰到的那几位爷爷奶奶，他们说他们以前就住在崖居里面。你像现在看到的，就是以前崖居保留下来的遗址，明显是很多房屋建造的痕迹。这个洞穴挺大的，估计当时应该是住了好几十户人家。按照刚刚在门口那个图片的资料记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住在崖居里面的可能是80户到100户左右。当时住在山顶的人仅有10来户，从而有这样一句玩笑说，如果哪个亲朋好友来你家里做客，你告诉他我住在榆木寨，那个亲朋好友来这里根本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一块山太大了，而且这个崖居呢并不是集中在一起，因为整体这个悬崖呢它是有分好几层，你外人是绝对找不到，没人带路是不行的。这种崖居在以前不光是榆木寨有，利川很多地方都有，当然现在肯定大家都搬走了，因为这些地方确实生活很不方便的，也不安全。现在我们就来看当时村民是怎么进出山寨的。一开始我们是在那个寨门看到那里相对来说好走，那么其实大部分时间那个山寨可能是关闭的，以前村民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出，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条道路啊，下面可能比较平缓，走到这里呢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现在是修建了一条栈道，那以前可是没有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墙壁上面，这个是堆满了石头，如果把这个石头撤掉，就是完整的山体，就是直接一个平面上去，垂直的上去。那这个道路呢，可能是后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建的，因为我看到里面好像有水泥还是其他的东西，就算没有水泥，那可能也是后面的人为了方便弄了这条道路。而真正以前进出这个山寨道路是在前面的，那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惊险，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道路。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山阳关，现在我们是有台阶上去，这个好走。那以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人们进也是从这里，出也是从这里，得这样一步一步爬上去。通过航拍给大家展示一下，以前他们进出就是要这样攀爬上去的，非常危险的。我现在空手都要2手并用，你像当时村民进出山寨的话，都要背东西的，那就更难更危险了。大家是不是也觉得非常惊险呢？完全就是在崖壁上面开凿的一些小台阶出来，真的是别说爬了，看起来都让人害怕，真的是太惊险了。我刚才爬到这个位置，我就不敢爬了，就爬了7、8个台阶吧，因为上面太危险了。这里有一些小孔，可能是以前为了安全增加了一些像栏杆一样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手扶着，就可能弄了一些栏杆，要不然单纯你要这样上下，基本上是不敢走的。主要不是空手啊，他要背东西去买东西都是要走这里的，所以必须要有安全防护的。他可能呢，以前一开始是那些绳子，然后后面加了一些栏杆，弄了一些铁啊或者是木头搭在上面，可能是这样子。山阳关，大家敢不敢走？反正也尽量不要走，来这里体验2、3个台阶就行了。因为你越到上面越危险，而且呢，人会往后倒的，尽量就不要体验了。继续往前走，
现在这下面呢，全是那些石头垫起来的，这样才能走。到了上面呢，这里有点不一样，因为这里没法垫，它就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栈道，就是在崖壁上弄一个孔，然后把石头塞进去，上面呢铺一层路。这个就跟我们走的一些悬空栈道，或者现在是水泥栈道一样的道理，它只是说这里用木头代替了。然后到时候我们看的那个亮梯子啊，它直接是这样的石头，上面没有这个，攀爬上去也是比较危险的，而且还没有这个长，我们看到了就知道了。那这个地方你看也是没有栏杆的，一定要靠近里面，下面等于也是空的，而且还是比较陡峭。这个我猜想很有可能是上个世纪修的吧。这里还有些字，不知道什么意思。越是走到这上面这里，越是有点害怕，因为我本身有点恐高。我把相机伸出去看一下，这完全是绝壁啊，有几十米啊。靠近里面一点吧。转弯这里一定要小心因为这里整体面积不大。这个位置就是刚才那个走上来的绝壁。这里怎么还弄的拴马柱啊？以前还有马匹从这里进出吗？也有可能啊，上个世纪开凿的，可能就是有这条栈道，然后驴子或者马可以往这里走。我们继续往前走。哎呀，好累啊！你看，陡不陡峭？反正这个地方就那个寨门到下面都有100来米啊。哎呀，好累！这里都是后期修的，应该是上个世纪修的。来到了我们刚才下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寨门。哎呦，现在爬上去真的是很费劲回过头给大家看看，这是在那个下面的，我现在看都看不到。所以说，是多么的陡峭啊！这个寨门跟我们刚才入口那里的寨门差不多。这里呢是依照山体来建造的，刚好这里是个缺口嘛，然后就弄一个寨门，在外面是看不到这里有路的，但是如果走进来仔细看就知道了，因为它这种寨子防御一定要是搞得很好的，所以特别重视这些。哎呀，这里以前还有门，现在也没有了。门栓以前在这里，看孔的话不小啊。哎呀，走！哎呀，累死我了。怪不得当地的村民会说，来走山阳关非常非常辛苦，很具有挑战性。确实是如此啊！我在这里累得我够呛，一直在这里喘气休息。那这个在门口呢，选择的地方也很有意思。它整体是一个缺口当中，然后长了树木。其实，在远处的话，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个道路。我刚才在这个寨门口的时候，听到下面有人说话。我后面飞起航拍看了一下，这个下面确实还有房屋，还有古民居，还有人居住啊！我看到有人在那里。本来呢，我是准备想下去看看的，但是已经又重新爬到这个山口，再走下去我有点受不了，所以就没走下去。航拍给大家看一看。这里呢算是榆木寨的尽头了，也是在一个悬崖上面，因为整体榆木寨是分为好几层的。大概是分为3层吧。你像这个房屋呢，肯定是古民居了，估计也有100年的历史。
那我们继续往回走了。现在是直接回去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去看一看榆木寨另外一处惊险的进出通道亮梯子。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们再来看看榆木寨周边的环境。我们要看的亮梯子就是在这个悬崖下面，等于也是在绝壁上面，得从最顶部慢慢的走下去，也是有一段距离，好像也是很不好走的。通过航拍的画面确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榆木寨它是分为好几层的，最底下是有一条公路国道，是318国道。不过呢，你如果从国道要走上来，那就太远了，也是没有路的，基本不现实，所以必须还是得到那个榆木寨的路口。这个亮梯子比山阳关更近一点，但是也是非常隐蔽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都是羊肠小道，而且走的人不算太多。在这一块呢，还有寨墙，就相当于是榆木寨的城墙。等下走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走了大概10分钟，就来到了比较稍微惊险一点的地方了。这里坡度也是比较高的，看起来有50到80度啊，越往下走越惊险。那么在这些地方走的话，你就一定要小心，因为这是属于下坡，而且呢路比较小，尽量呢是弯着腰走，不要笔直的走，要不然容易摔倒。特别是这里，大家看一看，它这个台阶非常小啊，一只脚都容纳不下，只能横着。所以走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侧着身下去，不能笔直的走下去，并且呢，这里还有很多树叶，要小心再小心。旁边就是悬崖，到了这里就更惊险了。到了这里，我都有点打退堂鼓的感觉，因为很怕呀，旁边就是可能100-200米的悬崖，有点害怕。刚才下来那里我没有拍，因为太陡峭了，我必须手脚并用，基本上有70-80度啊，而且很滑。真的是手脚并用。要看的亮梯子就在前面一点点，从这里下去，非常陡峭。当然现在我肯定是不从这里走下去，我不敢，我得从旁边绕到下面，再到这个亮梯的底部给大家看一看。这等于也是完全垂直在崖壁上面呢。我们现在这样看没有多少惊险的程度，但是如果通过航拍以及我们等一下到下面，就能看到这个亮梯子的惊险程度了。以前他们进出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先目睹为快，这就是亮梯子，大家看一看惊不惊险？完全是一些石头镶嵌在崖壁上面弄成的一条道路，而且非常高啊，下面就是悬崖。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去那个亮梯的底部给大家看看。在亮梯子旁边，现在开凿了一条道路出来。这个道路呢，不知道是现在为了打造成景区重新开凿的，还是以前就有的。反正这开凿出来相对来说就比较好走了，有点跟山阳关那边类似。当然这边也是没有护栏的，大家走的话也要小心。已经来到了这个底下了，亮梯子已经能看到，得从这里重新绕上去。现在比较近了，从旁边这条小路走过去就行了。现在不远了，估计不到100米就可以到了。这个就是以前村民进出的道路啊，旁边同样是悬崖。看这边的杂草也知道，这个路走的人是比较少了，基本上只有游客才会来这里，当地村民肯定是不会再去爬这样的道路，而且这边呢也没有道路通往其他的地方。当然以前是有的，反正走这些地方我觉得是真的挺累的，一个这里，一个山阳关。我现在只是背了一些相机都很累，当时村民那背篓里面背的东西肯定挺多的，真佩服他们了。从底部花了半个小时，终于来到了亮梯子这一块了，也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啊。我们在这里来仔细看一看，第一眼望去真的是非常震撼呐，可以说完全是镶嵌在崖壁上面，就跟钉子镶嵌在木头上面，然后排列上去。那这个石头呢，基本上突出在外面大概是60公分左右，宽度的话是20到30公分。以前当地村民出行的话就靠这个亮梯子，一部分人呢是走那个山阳关，另外一部分人呢就走这个亮梯子，而且也是分时间段的。那么亮梯子和
山阳关哪一个最早我不知道，那肯定我觉得两个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住在山阳关附近的那些人，他肯定是通过山阳关出行，那靠近这边的肯定是靠近这一块，因为整体这个山寨还是比较大的，旁边就是悬崖呀，都是几十米到100米，非常危险的。当时他们去采购生活物资，基本上也是通过这条道路出行，真的是比较艰辛惊险。我们现在看到的亮梯子是没有任何的安全保护措施，我猜想以前有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崖壁上有些小孔，我估计就是以前的安全保护措施，就等于是弄了一些铁链或者绳子，让大家上下的时候拉着那些，因为你单单走这个亮梯子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很危险。因为当时那些村民进出的话，肯定不是空手，他要背很多东西，那没有保护措施，危险性太大了。这个亮梯子我现在是不敢走，我最多呢可能就是爬2、3个台阶上去试一试，因为这个时间太久，不知道有没有松动。如果大家来这里参观的话，也尽量不要去爬这个，因为确实太危险了。我之前在视频里面看到有一些人爬过这个，胆子确实挺大的。因为这些石块不光小，而且呢长期没有人走，肯定会有点滑的，再加上旁边就是悬崖，安全第一嘛。那么这个亮梯子我们就看完了，我得原路返回，先走下山谷，然后沿着那个新修的那个路再走上去，肯定是不敢走这个亮梯子的，我胆子没有那么大，并且我还是一个人在这里。你看通过航拍这里就能看到这个惊险程度，这个下面就是完完整整的悬崖。我又回到刚刚走的那里了，现在这里比较光滑，那是应该经过清理了。如果没有经过清理，这很快就会长起草来的，有草就更不能走了。在这个亮梯子上面还有寨墙，本来我想走过去的，后面看了一下杂草丛生，没有什么路过去，我就直接航拍一下了。就是那个看得比较明显的一道墙，这个寨墙大概长度200米，高5米，厚3米，以前还有炮台。整个榆木寨的寨墙不多因为整体四周都是悬崖，很多地方不需要寨墙。那这里可能当时是有通道，然后就弄了寨墙出来。你看现在全部被草覆盖了。到这里整个榆木寨就差不多逛完了。我在这个寨子里面总共是待了2天的时间，因为确实是挺大的，主要是爬那个山阳关以及这个亮梯子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那这个地方可看的东西还是有这应该是我走过这么多山寨待过时间最长的。不过也确实是这个村寨里面的人以前进出是非常不方便的，基本上都是要靠攀爬那种惊险的梯子才能进出。当然现在是好很多了，尽管说是不通公路，里面不能走汽车，但是摩托车、3轮车、电动车、自行车这些交通工具还是可以的，要不然也不会剩下几十户人在这里生活。总体来说，来到这个山寨看一看还是不虚此行的，也算是让人大开眼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